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前一阵呢，我分享了一支300万美金不是梦想，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暴富的长影片啊，谈了一些我的日常投资理财的观念。没想到受到好多朋友的留言和问题，再加上呢最近一阵美股暴跌啊，那留言问题就更多了，全是一片哀嚎。那我觉得呢，是时间针对这一些留言和问题来做第2集的内容分享啊，尤其会谈到股市暴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。那和上一集一样啊，本集影片呢是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，只是我的一些个人经历的分享。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集影片的朋友呢，建议还是先去看一下上一集哦，否则这一集可能有些东西会听不懂。我也会把上一集内容的链接呢放到描述框里面。同时呢，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呢是在影片的最后，千万不要着急，一定要耐心看到最后，会很有收获的。老规矩，所有能购买的单品链接呢，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，先从好玩的说起，轻松一点啊。怎么不见了小熊？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的 Bruce 在上一集影片里面没有出镜啊。这个呢是跟了我已经10几年的一个树袋熊啊，但是因为上次在拍影片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讲，理财好无聊，不想参加，所以他就一个人去玩了。那这一次呢，好说歹说才请他出镜，来跟大家说一声 Hello。好了，我们轻松一点啊，接着开始呢，就是真正的干货了。第2个来了，我在影片里面举的例子呢，就是如果说一对夫妻30岁，从初始资金10万美金开始，每个月存1000美金，那你到30年之后退休的时候呢，就会有300多万美金了。那留言就说，很少有人30岁能够存到10万美金。如果是结婚生孩子啊，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要存1000美金也是很困难的事情。那真的很不好意思哦，我举例子的时候是因为我看书嘛，书上很多人都是用这个金额来举例子的，那真的很抱歉。那其实我想要说明的是呢，你有多少初始资金不是问题，你每个月存多少钱也没关系，关键就是你要持续的进行定投，那经过复利的力量呢，最后这个金额会非常的惊人。那我们重新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就假设初始资金1000美金开始，每个月我们就存200美金吧，这个我相信金额并不是很高。那之前影片里面提到过，美股过去30年的年增长率平均来看呢是10%，30年复利，哇，我们计算一下，最后资产就会达到43万美金，撒花是不是很多，对不对？你看初始资金就只有1000美金，每个月存200美金而已哦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重点不是你现在有多少钱，而是要坚持去定投美股的大盘哦。经过复利的增长，那最后呢就会很有收获。第3类问题呢，集中在房子上。我在上一支影片里面说呢，我不会在我的投资策略里面考虑买房这个选项。就有朋友留言说，你说你不买房吗？你不是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买下来的吗？你还专门拍过一期影片来说你整个买房的经历。对的，我现在的这个房子确实是刚刚买下来的，但是它是自住房，不是用来投资的。当然了，我理解这个朋友留言的初衷啊，因为尤其在大陆之前几年啊，只要买房子就肯定赚钱，而且这个赚钱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，可能你上半年买，下半年卖就会赚个50%以上啊，所以大家都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固有的思维，就是买房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，一定能赚大钱。但是呢，其实这种情况在成熟的市场是很少出现的。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呢，自己住的房子只是满足自己的居住的需求，它不会产生现金流，所以呢，它更像一个消费品，而不是一个投资品。
当然了，你住了几年，最后呢把它卖出去，发现突然卖出去的价格要比你买入的价格要多了一些，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认为是投资收益。不过这种收益呢常常被认为是附带的，并不是你买房子的主要目的。再说，如果我真的要考虑通过买房子来赚钱的话，我就不会选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区啊。大家如果知道美国的房产市场，就会知道在纽约曼哈顿的上东区已经是几十年都没有涨过价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买在这里投资的话，肯定是亏死的。我买这个房子真的纯粹就是自己喜欢自己住，完全就没有考虑到投资的。这里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，我并不是说买房投资是一个坏的决定，不是的。我在上支影片里面也反复强调过，只是因为我自己呢不太喜欢去跟房客啊、中介打交道，而且我也不喜欢跟 handyman 打交道，我觉得很烦。再加上我动手能力也比较差嘛，所以我衡量了很久，觉得买房投资不是特别适合我的一个策略。但是我身边就有小伙伴哦，他动手能力也很强，也很喜欢看房子哦，他早早就买了很多套房子，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。所以呢，投资这件事情是没有绝对的对或者是错，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啊、性格啊、喜好啊等等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就好了。完全去抄别人作业呢，我觉得是不可行的。还有很多留言呢是集中在保险上面哦，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就是说保险是骗人的。其实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保险不是骗人的啦。比如说我日常呢，我就买医疗保险，非常的贵啊，而且我很少看病啊，但是我依然坚持在买。那如果我有小孩或者是家属呢，我肯定还会再买的是人寿保险，万一我挂了，那他们也会有一点保障。因为保险的原理呢，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工具，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你付一笔钱，也就是保费，换取未来呢，如果你发生一件不确定事情的时候呢，会得到一些保障。保险公司呢，就是收集大家的保费，形成一个资金池，然后利用概率和统计来赔付需要的人。所以呢，从原理上来看，我不认为保险是骗人的，它是基于数学和统计的一种机制。那我上一支影片里面说呢，我不喜欢买保险，这个保险单独指的就是理财型保险，就是市场上那些很花里胡哨的什么分红型啊、返还型啊，我都不会买的。因为我觉得买这些产品，我还不如单独去买金融产品，这样收益会更高。但是就像我说的，投资这件事情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的。买这种分红型的保险是不适合我的，因为我是有一定的投资理财的经验，而且我对风险的承受度呢会相对比较大一点，我可以自己管理钱。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完全没有投资理财的经验，而且他呢也不想管钱或者没有能力管钱，再加上他可能对风险的厌恶是极高的，就是一点点风险都不想承担。也有可能他年纪比较大了，很多的原因。那有一些朋友他就会去买，比如说类似年金一样的保险。那对那些朋友来讲呢，年金这种保险可能并不是一个坏的选择，要比你把钱完全浪费掉要好，至少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稳定的现金流。所以大家呢也不要一棍子去打死说买保险就是不好，或者分红型保险就是不好，只是它可能不适合你，但是它可能会适合另外一些有需要的朋友，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，没有绝对的好或者是不好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。我在上一支影片里面就说过，30岁开始投资，坚持定投，到60、70岁就会很有钱了。结果有个朋友留言就说，60、70岁有钱也没啥可花了，吃不动，玩不动。我理解这个朋友的苦恼，确实很多人都会很纠结这一点。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吃喝玩乐，各处旅行，把钱都花完，但是特别的爽。不过呢，到年老的时候就可能没有钱了。那如果我们对调一下，年轻的时候呢，不吃不喝就拼命的攒钱，
哇，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是很有钱，但是年轻时呢，你该享受的都没有享受啊。这其实是很多朋友，包括以前的我也都会纠结的点。那么到底是年轻时呢享受当下，还是投资未来呢？那我个人是觉得走极端呢是不可取的，把钱全部花光，或者是把钱全部都存起来，这个太夸张了。我觉得还是要适可而止吧。年轻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还是要适当花一点钱去享受当下的生活，这样你才更有动力去赚钱。然后呢，留出一部分适量的钱去投资未来。那么未来你年纪大的时候呢，也不至于太穷，会有更多的选择。所以呢，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平衡的点。另外，我还是想说，锻炼身体、健康饮食、好好睡觉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样你到了60、70岁呢，你的身体好，你的生活质量就会很高。就像我吧，我每天都是吃东西非常的健康，已经养成习惯了。我从来是不会点外卖，也不会去喝这种奶茶这种东西，都不会。我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饮食。那至于锻炼呢，我每天都会锻炼啊。虽然说我锻炼的强度不大，我之前跟大家讲过，我就每天锻炼个8到15分钟左右，或者就是出门散步个1个小时啊。但是呢，当你细水长流，每天去锻炼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好。其实我锻炼也不是为了减肥了，纯粹就是为了健康。那到了60、70岁呢，如果你身体好，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是可以享受生活的。第6个问题就是有朋友留言表示，投资理财必须要读过财经，不然做不了。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了。就拿我自己举例子，虽然我大学学的是 CPA 专业，不过我完全忘记了，统统还给老师。而且我漫长的职业生涯全部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 marketing， 跟财经也是没有关系的，我就可以做啊。而且我身边也有朋友，有的是码农，有的是学艺术的，人家投资理财都比我厉害，好吧？我是蛮理解这个朋友留言的初衷哦，因为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觉得很 overwhelmed， 我觉得我肯定做不了。其实现在是个信息社会了，有很多书啊，还有很多 YouTube 啊，还有很多博主啊，你都是可以关注的，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。而且我也推荐大家在正式投资之前，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，对整个事情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，那心里面才会有底哦。所以我总结一下，我觉得投资理财跟你之前学什么专业的，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这件事其实本身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，只要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下，在不断的实践，你就可以做得到，相信我。还有一个留言非常有代表性，那我现在找不到了，我记得他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你的影片里面说65岁的时候你至少有300万美金，看上去很多，但是通货膨胀那么厉害，300万美金到时候根本就不够用，好吗？相当于3000块。同时呢，这个朋友的留言还提到了说 FIRE 的一个践行者在2012年的时候呢，说他存够了足够的钱，宣布提前退休了。但是呢，到了2023年的时候，发现钱不够用了，又重新出来工作了。他问我怎么看。那我这里先提一下 FIRE， 大家可能是有概念的，就是指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ier， 财务自由提前退休。那这样一个 FIRE 教呢，前几年在美国是特别的流行啊。这件事情我还真知道，那我们就来详细说一下。我们先说通胀啊，很多朋友好像有个概念说美国的通胀这么厉害，再下去这个美钞都要变钞纸了。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厉害。我们来看一下公开的数据啊。过去10年通胀率这张表格里面都有啊，除了2021年、2022年因为疫情，通胀率呢飙升到7%和6.5%，而2023年呢，因为是后疫情时代，它是3.4%，其他年份呢都是低于3%的，所以这个通胀率没有那么的大。那我之前也讲过，美股大盘收益率平均是10%。扣掉这个3%的通胀率，那也有7%的收益率，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其次呢，我们来说一下这位 FIRE 教的践行者，他 FIRE 失败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。这一位呢，应该叫做 Sam， 他在2012年34岁的时候呢，宣布自己呢财务独立了。
他当时的净资产大概在300万美金左右，通过投资组合，每年呢能够产生8万美金左右的被动收入。他说呢，足以覆盖他和他太太当时的基本生活开支，所以就宣布退休了。但是呢，他到了2023年宣布 fire 不下去了，又重新出来赚钱。不过呢，我研究了一下，其实它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通货膨胀，或者说并不主要是通货膨胀，重点是呢，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，导致他的生活成本急剧的增加。以前呢，他是和他太太一家2口，之后呢，在2017年、2019年一共生了2个孩子，变成了一家4口。那有小孩大家都知道嘛，2个吞金兽，那你的生活成本就要翻好几倍。第二呢，他以前是住在偏海滩一边的地方，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。现在呢，为了要给小孩上更好的学校，他就要住好房子，他搬去了旧金山的都会区。那旧金山都会区的房价大家懂的呀。他为了买新房子呢，据说还把他之前的投资组合抛售掉一部分。那既然你把你的投资组合抛售掉了，那你每年8万美金的被动收入都没有了。再加上呢，他还想为他的小孩准备读大学的基金，这个也是很大一笔钱，叠加通胀。同时呢，他还担心自己被时代抛下，各种原因叠加在一起，最后呢，他就宣布要复出工作了。所以呢，我解释了这么多，我就想说，很多事情呢，并不是大家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，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复杂。因为人是会变化的嘛，市场也是会变化的，还是要不断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，这样呢才能够跟上时代，不会被淘汰。本影片最重要的部分来了，好多朋友留言说最近美股暴跌哦，钱少了好多啊，小郑你还涨了吗？2024年的股市都涨了，最近股市暴跌啊，把之前涨的都退回去了。那我肯定没涨啊，我也暴跌啊，而且我特地呢还去做了一下资产的盘点哦。2025年第1季度结束，我的总资产呢比2024年年底跌了5%，我也很惨啊，好吧。但是呢，我不是很在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之前见过比它跌得更惨的时候。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在疫情的时候，真是跌到亲妈都不认识了。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不关心股票市场，因为太惨了。那么在这种暴跌的时候呢，我会不断的提醒自己 ，Don't panic, don't panic, don't panic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，就是不要恐慌。股市是不可能永远上涨的，它一定是上上下下有波动的，否则就不正常了。还记得我在上一支影片里面给大家分享过美股过去100年的那张走势图吗？我这里再拉出来啊，过去100年的道琼斯指数走势总体向上的。当然了，它当中还是有波动，但是整体看上去它一定是上涨的。我之前也推荐过的一个理财博主硅谷居士就说过，任何时间持有美股，只要超过30年，它一定是有收益的，大家不用紧张的。那如果不相信我说的，那大家肯定相信巴菲特说的吧？我为了做这支影片，我最近还重温了一些他的采访，因为版权原因啦，我就不在这支影片里面放他的原始的采访的影片，我会把链接放到描述框里面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核心思想我给大家总结一下，他的忠告真的原话就是 keep buying and buying and buying， 没错，翻译就是坚持买买买，听到了吗？坚持买买买。他说呢，要相信美国市场，不要去看那些标题耸动，一会儿说美股要涨，一会儿美股要跌的那些新闻，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下周的股票市场到底是涨还是跌。他总结就是坚持买买买，30年、40年后就会变得很富有了。他还提到自己从11岁开始投资股票，已经70多年了，他依然没有办法预测第2天股市的涨跌，这个也不是他关注的，他就坚持买买买啊。但是呢，他也不会频繁的进出市场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去预测啦，到底会不会涨，会不会跌，不重要，巴菲特都没有办法预测，更何况我们普通人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我还是总结了几个点啊，我觉得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讲呢，还是可能有收获的。
第一呢，就是不要 all in 你所有的钱哦，一定要留足你足够的生活开销，至少是6到12个月的生活开销的这点钱。或者有的朋友比较保守一点，他会留20%的总资产作为现金哦，以防止有什么意外。那你剩下的钱呢，才去投资，这样呢，你涨涨跌跌跟你的日常生活是不会影响的，你的心态就不会崩。其次呢，也不要上来一下子就一把梭哈哦，这很吓人啊，还是一点点来哦。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讲，你可以先尝试个500块，然后慢慢尝试个1000块、2000块这样子。等到你觉得你熟悉了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可以了，你再慢慢尝试5000块、10000块多一点。不要上来就一下子哦，大家还是慢慢加码比较好，否则是确实很容易紧张、很焦虑的。那第三呢，我觉得就是不要有执念哦，总想着我要在最低的时候去抄底，最高的时候去抛掉，我觉得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不是股神哦，我就一直觉得说差不多得了，坚持定投呗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只要持有的时间足够的长，30年之后你一定是赚钱的。你不要去想着去 time 这个 market。我的投资策略跟以前还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做长期投资，而不是短线频繁的去交易啊。这种短线交易我没有那么聪明，我也心态没有那么好，做不了。就主打一个坚持买，只买不卖，长期持有。心态上面呢，经常会对自己说差不多得了，放轻松。那最后的最后总结我还是要说几句啊，就是钱是很重要了，但是呢，钱并不是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。我相信在我们眼睛闭起来的那一刻，能够回想起来的那些片段，可能很多都是跟钱没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差不多就得了啊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赚到了钱呢，记得留言分享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你的喜悦。那如果不小心输掉一点钱呢，问题也不大哦，就当交了一点学费。人生嘛还长着呢，都是一个过程。我是小珍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来 Bruce 跟大家说再见。拜拜，下次见。